如果你穿越到10万亿年后，会看到什么？每日助眠1小时，我是睡与深空。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想象一下，刚要睡觉的你，被我拽起来，扔到时间机器的舱门前，并给你扔了20块钱路费。倒计时的数字在眼前跳动，3、2、1，舱门缓缓打开，你深吸一口气，准备迎接那个只存在于理论物理学最疯狂想象中的一幕。你以为会看到什么？也许是戴森球包裹着垂死的恒星，也许是跨维度的神级文明网络，也许是宇宙大挤压的壮丽毁灭，那些在科幻小说中被反复描绘的末日奇观。然而，舱门完全打开的那一刻，你的瞳孔猛然收缩，舷窗外一片令人窒息的虚无，不是黑暗，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黑，那种在深夜关掉所有灯后依然存在的带着深邃质感的黑暗。那是一种彻底的、绝对的、完全剥夺了任何对比参照的虚无。你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睁开了眼睛，因为你看不到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光子，没有任何辐射，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存在的信号。你的第一反应是机器故障了，时间机器一定是把你抛到了某个异度空间，某个与宇宙隔绝的虚空口袋。你疯狂地检查仪表盘，敲打控制台，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死亡，是否这就是传说中的彼岸。但是导航仪冷酷地显示，坐标未变，空间位置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时间10万亿年。你正站在宇宙的遥远未来，一个连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都已经冷却到接近绝对0度的时代。你再次把目光投向舷窗外，这一次你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渐渐的，你的眼睛开始适应这种虚无，不是适应，是进化。你意识到自己的视觉系统正在切换到另一种模式，就像猫科动物在夜间进化出肝状细胞以捕捉最微弱的光线一样。你开始看到一些东西，不是光，而是暗的层次。你看到了宇宙的熄灭，这才是真正的反常识。我们以为宇宙会一直存在下去，恒星会永恒燃烧，星系会永远旋转，但宇宙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有它自己的生老病死。而你现在所处的时刻，正是宇宙漫长死亡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群星时代的终结。群星时代，科学家们称之为 Stelliferous Era。 这个时代从宇宙诞生后的几亿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之后的大约10万亿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宇宙是由恒星主宰的，每一颗恒星都是一座核聚变反应炉，把氢元素转化为氦，把氦转化为更重的元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光和热。银河系中有大约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每一颗都在燃烧，每一颗都在发光。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宇宙。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望向舷窗外的深空，试图寻找任何一丝光亮。你的眼睛已经进化到了极限红外波段，能够探测到绝对0度以上几度发出的热辐射。但即便如此，你也只能看到一些极其微弱的热信号，像是大海捞针般稀疏。那些曾经照耀了数百亿年的恒星，
那些像太阳一样稳定燃烧了46亿年的黄矮星，那些昙花一现却明亮无比的蓝巨星，那些温和地燃烧了万亿年的红矮星，它们都已经燃尽了最后的燃料。太阳，一颗典型的小质量恒星，在燃烧了约100亿年后，正在向红巨星阶段演化。在那个阶段，它会膨胀到吞噬水星、金星，甚至可能吞噬地球。然后它会抛掉外层的气体，形成美丽的行星状星云，而核心则塌缩成一颗白矮星，一颗只有地球大小，却拥有太阳质量1半的致密残骸。但这是恒星的理想结局。那些质量更大的恒星呢？它们会以超新星爆发的形式壮烈死亡，把创造出的重元素抛洒到宇宙中，为下一代恒星和行星提供原材料。超新星爆发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一颗超新星在几周内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在整个100亿年生命中释放的能量总和。然而，这些壮丽的死亡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不可逆的。恒星的核心燃料是有限的，一旦燃尽，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对抗引力坍缩。小质量恒星会变成白矮星，然后慢慢的冷却，变成不发光的黑矮星。大质量恒星会变成中子星或黑洞。但即便这些奇异的天体，也会随着时间慢慢蒸发，失去质量，最终消失。而你正站在这一切的尽头。10万亿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宇宙目前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而10万亿年是138亿年的72倍。你意识到你正处于宇宙生命周期的关键时刻，群星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宇宙从光明时代向黑暗时代的过渡。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宇宙将不再由恒星主宰，而是由那些死亡后的残骸、白矮星、中子星、黑洞以及无处不在的暗物质和暗能量主导。这就是宇宙的终极命运吗？一片永恒的黑暗虚无？不，你摇摇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你是一个时间旅行者，你的任务是观察，是记录，是理解。在你按下返回键之前，让我们先把这个熄灭的宇宙看得更清楚一些。你调整仪器，切换到极限红外和引力波探测模式，隐藏在黑暗中的真实宇宙正在缓缓向你展开它的秘密。当你切换到极限红外模式的那一刻，舷窗外的景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曾经肉眼不可见的热辐射信号，现在如同幽灵般浮现在黑暗中。你意识到，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宇宙，而是一个巨大的星海坟墓，一个由死亡恒星残骸构成的冰冷世界。首先是白矮星，你看到了数以亿计的白矮星散布在宇宙空间中，它们是昔日恒星的残骸，是核聚变炉火熄灭后的余烬。每一颗白矮星都是一颗恒星临终前的核心，被压缩到地球大小的空间里，却仍然保持着太阳质量的1半甚至更多。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致密。一块方糖大小的白矮星物质质量可以达到1吨，但现在这些曾经的恒星核心正在宇宙的深寒中绝望地散发着最后一点余热。它们曾经拥有数万度的高温，现在却已经冷却到几千度、
几百度，它们的光度极其微弱，比太阳暗淡数十万倍。在你的红外视野中，它们像是黑暗大洋中零星的萤火，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却仍然倔强地燃烧着。更令人心悸的是，它们正在缓慢地、不可逆地向黑矮星演化。黑矮星是一种理论上预测的天体，是白矮星完全冷却后的最终状态。由于宇宙目前的年龄还不够长，科学家认为宇宙中还没有真正的黑矮星形成。但在10万亿年后的未来，黑矮星将成为宇宙中数量最多的天体之一。数十亿颗死去的太阳在永恒的黑暗中沉沉睡去。除了白矮星，你还看到了褐矮星。褐矮星是失败的恒星，它们的质量介于恒星和行星之间，不足以维持稳定的氢核聚变。它们曾经被科学家称为被禁止的中间地带，因为在传统的恒星形成理论中，它们不应该存在。但后来的观测发现，褐矮星其实相当普遍，它们是恒星形成过程中的边角料，在宇宙中漂流。在现在的宇宙中，褐矮星仍然是相对活跃的天体，它们会通过核聚变发出微弱的光芒，在红外波段可见。这次们美在美镇恩舍美称美镇，美在美镇仰视姨妈。你看到的是一团团冰冷的气体和岩石，质量在木星的10几倍到80倍之间，在宇宙的虚无中漫无目的的漂流。偶尔你观察到2颗褐矮星在黑暗中碰撞，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在你的观测窗口期内，你只看到了一次，那次碰撞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太阳1年释放的能量总和。在你的红外视野中，那是一次微弱的红光爆发，像是这个死寂宇宙中最后的烟火。那是这个时代仅有的光，但这还不是最令人震撼的发现。当你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宇宙深处时，你意识到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由于暗能量主导的宇宙膨胀，除了你所在的本星系群，宇宙中其他的星系早已退行到了可观测宇宙的世界之外。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概念，让我们来理解一下。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这是1998年的一项惊人发现。通过对 Ia 型超新星的观测，天文学家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不是减慢的，而是在加快。这意味着宇宙中遥远的星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离我们，最终当它们的速度超过光速时，它们就会从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中消失。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它是真实的物理定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过光速在空间中穿行，但空间本身可以膨胀，而且膨胀的速度是没有上限的。当2个星系之间的空间膨胀速度超过光速时，它们就永远失去了相互联系的可能性。在现在的宇宙中，138亿年，我们仍然可以观测到大约2万亿个星系，但其中绝大多数已经退行到了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我们能看到它们，是因为它们过去发出的光现在才到达我们这里，但那些星系现在正在以超光速远离，它们发出的光将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而在10万亿年后的未来，情况会更加极端。你环顾四周，
意识到你被彻底孤立在了一座黑暗的宇宙孤岛上。你所在的位置，曾经的银河系所在的本星系群，现在已经完全与外部宇宙隔绝，其他的一切都已经退行到了世界之外，永远消失在了可观测的范围之外。本星系群曾经是一个由数十个星系组成的邻居圈子，银河系、仙女座星系、三角座星系，还有数十个矮星系，它们通过引力束缚在一起，在宇宙的膨胀海洋中，像是一群相互扶持的漂流者。但现在，在这个遥远的未来，这些星系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合并。你调整观测模式，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椭圆星系，那是由数十个星系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缓慢合并而成的终极产物。没有悬臂，没有漩涡结构，只有一个平滑的蛋黄般的椭圆形状。数十亿颗恒星，大部分是红矮星和白矮星残骸，在这个巨大的星系中缓慢地围绕共同质心旋转。这就是本星系群的最终命运。在引力作用下，这些星系会逐渐合并，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而在更遥远的未来，由于暗能量的持续作用，这个孤立的星系群将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完全隔绝，成为一座漂浮在虚无中的孤岛，一座黑暗的、冰冷的、孤寂的宇宙孤岛。但这还不是宇宙的终点。你继续观测，发现了一些更加微妙的现象。在这座幽灵星系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由曾经的银河系中心黑洞和仙女座星系中心黑洞合并而成的超大质量黑洞。质量达到数百亿倍太阳质量的引力怪兽，正在静静地吞噬着周围最后的物质。是的，恒星时代结束了，但宇宙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如果还有智慧生命存在于这个时代，他们会在哪里？他们如何在这个没有阳光、没有热源、没有核聚变的宇宙中生存？带着这个疑问，你调整航向，朝着那个超大质量黑洞的方向飞去。在那里，你也许能找到答案，或者发现更多令人敬畏的秘密。时间机器的引擎低沉的轰鸣，推动着你在黑暗的宇宙中缓缓前行。周围没有任何参照物，只有仪表盘上冷冰冰的数字，提醒着你正在穿越的空间尺度，从一个死去的星系中心到另一个更深的死寂。你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没有恒星提供能源的死寂宇宙里，如果还有生命或文明幸存，他们会在哪里？他们如何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生命需要能量，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本要求。任何生命系统都必须从环境中汲取负伤，以维持自身的有序结构。在我们的宇宙中，恒星提供了几乎所有生命的能量来源，无论是直接的光合作用，还是间接的食物链。但在10万亿年后的未来，恒星已经不存在了。核聚变，这个宇宙中最强大的能源形式，已经在所有的恒星核心中熄灭。宇宙正在缓慢地走向热力学平衡，所有的能量差异都在逐渐消失，温度差在逐渐消除，最终整个宇宙将达到一个均匀的极低温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热寂宇宙的终极死亡。但热寂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以我们人类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它是永恒的代名词。
但在物理学的时间尺度上，它才刚刚开始。10万亿年，在宇宙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那么，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宇宙中，智慧生命如何生存？你开始计算。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中仍然存在能量。那些死亡恒星的残骸仍然拥有巨大的引力势能，那些旋转的黑洞仍然存储着旋转动能。问题是如何提取这些能量？你回忆起一个有趣的理论——极寒计算。这是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提出的一种思想实验。戴森认为，一个足够先进的文明最终会面临能源危机。当他们的恒星死亡时，他们必须学会利用更低等级的能量来源。戴森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智能生命可以通过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和计算速度，来最大限度地节约能量。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文明的成员把他们的思维速度降低到现在的1/1000，他们就能在相同数量的能量下存活更长的时间。在你的观测中，这种可能性变得更加具体。你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时间的流速在宇宙的不同角落似乎并不相同。这不是相对论效应，那需要接近光速的运动。这是另一种更加微妙的时间膨胀。由于能量密度的不同，时间在不同区域的流逝速度产生了差异。在高能量密度的区域，比如黑洞附近，时间流逝的相对较快；而在低能量密度的区域，比如星系际空间的虚无中，时间流逝的相对较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文明的能量来源极其微弱，他们的时间感知会被无限拉长。在他们看来，宇宙的演化是极其缓慢的一个超新星爆发的过程，在他们眼中可能需要数百万年，他们的一年可能相当于外部宇宙的几万亿年。你突然意识到，你可能正在以错误的时间尺度来观察这个时代。如果在这个时代还有智慧生命存在，他们可能就漂浮在附近，只是你无法察觉。他们可能就在那些冰冷的褐矮星附近，以你无法想象的缓慢速度思考和交流。在他们看来，你的飞船不是一艘船，而是一个以极高速度穿行的几乎无法追踪的幽灵。但这只是一个猜测，你需要更直接的证据。你继续朝那个超大质量黑洞前进，随着你越来越接近黑洞的边缘，舷窗外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黑暗中出现了一些微弱的结构，不是发光的天体，而是一些非热辐射的信号，一些有序的能量模式。然后你看到了它，那是一个环绕着超大质量黑洞的巨型结构。在你的红外视野中，它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几何形态，像是一个不断旋转的环面，又像是一个活着的会呼吸的有机体。经过仔细分析，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型工程结构，由无数个自我维持的计算单元组成的环绕黑洞运行的计算云。这就是那个时代智慧生命的终极形态，不是碳基的生物体，而是量子计算云。他们已经放弃了肉体，放弃了生物体的脆弱结构，转而将意识上传到量子计算机中。这些量子计算机围绕黑洞运行，利用黑洞的引力势能和吸积盘的能量来维持运算。黑洞农场，这就是科学家们所谓的
彭罗斯阶梯农场。彭罗斯过程，这是一个基于罗杰·彭罗斯理论的能量提取方法。彭罗斯在1969年提出，如果把一个物体扔进黑洞的能区 ergosphere， 这个物体可以分裂成两半，一半落入黑洞，另一半被弹射出去。从黑洞中弹射出的那一半物体将获得额外的能量，这些能量来自黑洞的旋转。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黑洞的旋转能量是可以被提取的。黑洞的旋转速度在逐渐减慢，每提取一次能量，黑洞的自转就会稍微减慢一点。黑洞存储着巨大的旋转能量，这些能量可以被智慧文明利用。你观察着这座黑洞农场的工作原理，农场的成员，那些量子计算云，不断地向黑洞的能区抛射物质。这些物质被精确地计算和设计，以确保最大化的能量提取。落入黑洞的那一半物质永远消失了，但被弹射出来的那一半带着从黑洞旋转中偷来的能量，被输送到农场的能量收集系统。黑洞在燃烧，它正在慢慢的、不可逆的减速，而这个缓慢的燃烧过程成了这个时代生命唯一的太阳。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景象，一群濒临灭绝的智慧生命围绕着一个旋转的引力深渊，建立起了人类文明最疯狂想象都无法企及的生存方式。他们放弃了一切阳光、水、大气、有机的肉体，只为了能够在宇宙最黑暗的时代延续自己的存在。他们是宇宙最后的守望者。你不确定自己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景象，是敬佩，是悲哀，还是一种超越人类情感的纯粹的美？在这个时代，智慧生命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不再关心征服、探索、扩张那些是恒星时代的野心，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延续，在宇宙的最后余烬中尽可能久地延续自己的意识。你关闭了舷窗的观测模式，让自己暂时从这种令人窒息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远处那个超大质量黑洞的阴影静静地悬挂在虚空中，像是一只永远睁着的眼睛，注视着宇宙的缓慢死亡。也许在宇宙的某个角落，还有其他的文明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也放弃了星辰大海的梦想，在宇宙的边缘建立起了自己的黑洞农场，用从黑洞中偷来的能量维持着最后的计算。但黑洞也会死亡。你意识到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时间机器的引擎切换到了低功耗模式，你漂浮在那个超大质量黑洞的边缘，一边观察着黑洞农场的运转，一边思考着更深层次的问题。黑洞农场是一种极其精妙的能量提取方式，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能量来源是有限的。黑洞的旋转能量不是无限的，每一次彭罗斯过程都会让黑洞的自转减慢一点点，慢慢的、不可逆的，黑洞会停止旋转。然后会发生什么？你调整观测模式，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天体。你意识到，即便群星死亡，引力仍在默默地进行着最后的清算。一种在你的时代难以察觉的缓慢现象，现在正在以可观测的速度发生。引力波辐射导致的轨道衰减，这是一个极其微弱的效应。在我们的时代，138亿年，
引力波辐射导致的能量损失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由于引力波辐射损失的能量只会让地球的轨道缩小，大约一个质子的直径需要23年才能让地球坠入太阳。但在这个时代，情况完全不同了。你观察到那些失去能量来源的恒星残骸，白矮星、中子星、褐矮星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内螺旋，它们损失的能量被转化为引力波，辐射到宇宙中。这些引力波肉眼不可见，但在你的引力波探测器中，它们像是宇宙的背景噪音，绵延不绝。这是宇宙的挽歌，你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这些缓慢的死亡。首先是那些孤立的恒星残骸，那些在星系合并过程中被弹射出来的，或者从来就没有被任何恒星系统束缚的流浪残骸，它们现在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最近的引力源旋进。数十亿年、数十万亿年的时间尺度上，一切都向中心聚集。你看到了一颗冰冷的死行星，那曾经是一颗类似木星的气态巨行星，在它的恒星死亡后被抛入了星际空间。现在它在空旷的宇宙中孤独地漂流，没有阳光，没有热量，只有接近绝对0度的严寒。然后它太靠近一个白矮星系统了。那颗白矮星虽然已经冷却，但它仍然拥有强大的引力场。当死行星进入白矮星的引力范围时，潮汐力开始发挥作用。你观察到行星被逐渐拉伸，它的冰层首先破裂，然后是岩石内核，整个行星被拉成了一条细长的丝带，像是太空中的一根意大利面条。这个过程被称为意大利面化。最终，这颗曾经的行星彻底瓦解，化作白矮星吸积盘上的一抹幽暗光晕。那些物质会慢慢地盘旋，落入白矮星表面，发出微弱的 X 射线辐射。那是这个死寂宇宙中极少数仍然存在的能量释放过程。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死亡方式。你把目光投向那个巨大的椭圆星系，你意识到这种缓慢的解体过程不仅发生在个别天体上，整个星系本身也在慢慢的蒸发。星系是由引力束缚的系统，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干扰和内部相互作用，一个孤立的星系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但在现实中，星系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充满了各种相互作用。首先是引力弹弓效应。当两颗恒星残骸相互接近时，它们可能会发生引力相互作用。如果条件合适，一颗残骸可能会获得足够的动能，被弹射到极高的速度，彻底逃离星系的引力束缚。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这种蒸发过程会不断地把星系的外层物质剥离掉。你计算了一下，在10万亿年的时间里，一个典型的椭圆星系可能会失去大约10%的质量。这些被抛出的残骸会在宇宙的虚无中永远漂流，再也不会遇到任何其他天体。这听起来不算多，但请记住，10万亿年只是开始。如果时间继续延长，蒸发会持续进行，星系会越来越小，最终只剩下中心的那个超大质量黑洞。其次是引力波辐射，
更近距离的双星系统，比如2颗白矮星相互绕转，或者1颗白矮星和1颗棕矮星相互绕转，会以更加显著的速度损失能量。在引力波的作用下，它们的轨道会快速收缩，最终发生碰撞。这些碰撞是灾难性的。2颗白矮星的碰撞会引发 Ia 型超新星爆发，那是我们现在用来测量宇宙距离的标准烛光。但在10万亿年后的未来，超新星爆发不再是罕见的事件，它们是宇宙的葬礼，是恒星残骸最后的烟火。你观察到了一次这样的碰撞，2颗质量各约为太阳1半的白矮星，在数十亿年的漫长等待后，终于螺旋接近，最终合并。碰撞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在数十亿年里释放的总能量。在你的视野中，那是一次短暂的、几乎哀伤的光芒，像是垂死之人最后的一丝呼吸。但这就是终点吗？不，即便恒星残骸全部碰撞完毕，即便星系完全蒸发，宇宙中仍然会剩下一样东西——超大质量黑洞。这些质量达到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倍太阳质量的引力怪兽，是星系的最终统治者。它们会吞噬掉周围所有的物质，然后静静地悬浮在宇宙的虚无中，等待着更加漫长的时间。你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黑洞农场，你意识到他们建造的这个能量提取系统其实是在与时间赛跑。每1秒钟都有物质被投入黑洞的能区，每1秒钟都有微弱的能量被提取出来，维持着那最后的计算。但当黑洞停止旋转时，这场赛跑就结束了。在那一刻，这些宇宙最后的守望者将面临终极的选择：如何在完全没有能量输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我们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许他们会找到另一种方式，也许他们会接受自己的终结，也许……你摇了摇头，暂时搁置这个令人沮丧的思考。宇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0万亿年在宇宙的历史中只是一个开始。黑洞也会死亡，这是史蒂芬·霍金在1974年发现的惊人理论。黑洞会通过一种被称为霍金辐射的过程蒸发。霍金辐射是一种量子效应，由于量子涨落，黑洞会不断地向外辐射粒子和能量，慢慢地失去质量。这个过程极其缓慢。一颗太阳质量的黑洞完全蒸发需要10的67次方年，一颗超大质量黑洞需要的时间甚至更长。但在这个时间尺度上，一切都结束了。所有的超大质量黑洞都会蒸发殆尽，化作一道微弱的辐射闪光。然后，宇宙中将不再有任何引力源，不再有任何宏观结构，不再有任何可以被称为天体的东西。宇宙将进入黑暗时代的最终阶段——光子时代。在这个时代，宇宙中只剩下稀薄的光子、中子、电子和正电子，它们的温度将无限接近绝对0度。宇宙将达到真正的热力学，平衡一个均匀的、静止的、永恒的虚无。这就是宇宙的终极命运。热寂，不是爆炸，不是坍缩，而是一种缓慢的、平静的、不可逆的死亡。所有的能量差异被抹平，所有的温度、梯度被消除，所有的结构被瓦解。宇宙从高度有序的状态
缓慢地滑向完全无序的状态。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最终胜利。你关闭了时间线显示，陷入了沉思，然后你开始回望。你回望现在的时代，138亿年的宇宙，在这个时代，宇宙是充满活力的，每一秒钟都有数颗恒星在银河系中诞生，每一分钟都有超新星在某个遥远的星系中爆发，每一天都可能有新的行星在某个恒星的周围形成。这是一个充满光和热的宇宙，恒星燃烧着，核聚变在进行，光子在宇宙中穿行。这是宇宙的黄金时代。如果宇宙有意识的话，它现在正处于生命的壮年。这是一个充满水和生命的宇宙。在某个蓝色的星球上，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大气中的水汽形成了云层，生命的痕迹覆盖了每一块大陆。这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现象——智慧生命的家园。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宇宙。在夜晚仰望天空，人们可以看到数千颗恒星的光芒汇聚成银河的河流。在更遥远的地方，数以万亿计的星系构成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像是无限海洋中的岛屿。而在宇宙的宏大生命周期中，这一切，这些光，这些热，这些生命，这些文明，不过是创世大爆炸后瞬间闪过的一丝火花。大爆炸之后的138亿年，如果把宇宙的历史压缩成1年，那么人类文明出现在12月31日晚上11点59分46秒。我们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爱恨情仇，所有的科学发现，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发生在这一年最后不到15秒的时间里。而10万亿年后，这场火花就彻底熄灭了。在你准备返回的那一刻，你突然对现在的时代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珍贵的时代，这是一个有光可看，有热可享，有星星可数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的太阳还在燃烧，我们的地球还有活力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还能问出宇宙的终极命运是什么这种问题的时代。这种理所当然，实际上是宇宙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奢侈。当你按下返回键的那一刻，你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情绪，不是恐惧，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奇特的感激。机器启动，舱门关闭，在一阵轻微的眩晕中，你感到时间在你周围流动，然后你重新睁开眼，舷窗外是一片熟悉的光芒，阳光从太阳的核心深处涌出，穿越1.5亿公里的空间，照亮了地球的大气层。在夜半球，你能看到星星，那些正在燃烧的数以亿计的恒星，它们正照耀着银河系的悬臂。你意识到你回来了，回到了宇宙的黄金时代。你站起身，走向舷窗，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你看着那颗正在稳定燃烧的太阳，那颗已经燃烧了46亿年，还将继续燃烧50亿年的恒星。你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这颗普通的黄矮星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你看着夜空中的星星，你知道，在那些光芒中，有一些正在走向死亡，有一些刚刚诞生，有一些正在爆发成超新星，有一些正在坍缩成黑洞。但在此时此刻，
它们都在发光，都在燃烧，都在创造着宇宙中最壮观的能量释放过程。你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些星星会让我们感到敬畏，不是因为它们遥远，不是因为它们明亮，而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可能性，一种在这个死寂宇宙中仍然存在着的、活跃的、充满希望的能量流动。这是一期一会，在这个宇宙的漫长历史中，能够看到群星闪烁的时代，只有极少数的时间点，而我们正生活在这些时间点之中。你关闭了舷窗的观测系统，让自己沉浸在这个温暖的光芒中。远处，太阳的光芒正在穿越太阳系的边缘，向着那无尽的宇宙空间延伸。在更远的地方，数以万亿计的星系正在旋转，数以万亿亿计的恒星正在燃烧。这是我们的宇宙，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星空。带着对黑暗未来的敬畏，你坠入了充满恒星光芒的过去。但这一次，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你是一个见证过宇宙终结的人，你是一个在黑暗中漂浮过的人，你是一个知道光明有多珍贵的人。你闭上眼，让太阳的温暖包围着你。明天，当你再次仰望星空时，你看到的将是同一片星空，但在你的眼中，它将永远不同，因为你知道，每一颗星星都是燃烧到最后的火焰，而我们正站在火焰的中心。好了，今晚的旅程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深夜仰望星空，思考过宇宙的终极命运，那么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让你带着一种新的感受入睡。下次，当你看到满天的繁星时，请记住，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能够看到这一切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情。晚安，愿你今夜好梦。